北地大公岭的舰队通过变阵，以5艘战列舰为盾，掩护殿后。虽然这5艘战列舰会承受更多的火力，但米氏粒子的笼罩范围内，再高的火力密度，命中率也依然感人。最多就是能量护盾的耐久度下降速度快了一些。护盾品质与强化等级最低的那艘战列舰，预计半个小时后护盾会濒临过载，届时这艘战列舰依然能够靠着坚实厚重的装甲撑到救赎之光的时效结束。这场战斗的关键节点已经一目了然。能否在救赎之光的时间抵达之前，对北地大公岭的舰队造成沉重的打击，将是王氏舰队最终成败与否的关键。假如在救赎之光失效之前，王氏舰队没有集成足够数量的战舰，那么等到救赎之光失效，拥有高达6艘战列舰的北地大公岭舰队将会在炮击中取得绝对的优势。陈德通协调舰队的能力太可怕了，哪怕是在高速的后撤过程中，舰队依然能保持着严整的阵型，而并非像许多经验水平不足的指挥官一样，把逐次后撤、逐层抵抗的边推边打，演变为你争我赶、竞相逃窜的大溃退。姜还是老的辣，北地之鹰名不虚传。长公主殿下在基本功这方面，还是与陈老将军有一定的差距。若是战局崩溃，我就开启蜃楼系统，在进入隐匿状态之前悄悄脱离阵列，藏身于暗中，在王氏舰队可能的溃败中，趁乱将林小贵救走。各舰注意，各舰注意，这里是曙光女神号。接下来，各舰的主炮射击单元将由本舰统一指挥，请各舰停止炮击，等候新的指令。重复一遍。高地子绝岭以及天方伯爵岭的那场战斗，王栋阁下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举动。但依仗的就是师尊侯那紫色品质的精准射击异能。曙光女神号的指令，难道说？不可能！精准射击的异能能够提高我自身的命中率，将其转化为射击单元，在通告给其他战舰时的过程，相当于对这种莫名指引的一次转译。经过转译后，效果会明显降低，同时还遵循边际递减效应。但如果同时使用这个射击单元的战舰数量过多，效果就会下降得愈加明显，最后反而会导致命中率下降。所以我认为长公主殿下不可能准备采取这种方法，以王氏舰队的数量早就超过边际递减效应的上限了。不要急，谜底很快就能揭晓。我也对能够率领一群乌合之众击溃金雀花联邦正规军的长公主殿下究竟具备怎样的能力很感兴趣。设令，30秒后炮击命中坐标 X02.331 Y 11.563 Z 10.285。我操，还真是指定射击单元！怎么可能？精细到小数点后3位的射击单元，这是要把所有的炮击都集中到100米直径的一个点上吗？不可能会有这么完美的瞄准。林小贵直接把计算好的射击单元同步传送到各舰的竞载光脑上，舰长要做的只是让炮手掐准各舰主炮的充能时间，以及根据各自主炮不同的弹速倒退出发射的时间点而已。但是直径100米的区域放在地表上是一个占地数千平方米的大圆，可放在宇宙太空中，那就真的只是一个点。尤其是在这种双方战舰都在高速运动的时候，跨越过100米距离甚至不需要0.01秒。限定到这么精确程度的射击单元坐标，根本就相当于买彩票中头奖一样的概率，甚至还要更低。林小贵，这就是你的真正底牌吗？西陀星系的女武神殿下。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滞，数以千计的炮击几乎同时精准命中了那艘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在这里的战列舰。原本在承受了近半个小时的炮击战后，依然保有70%以上耐久度的能量护盾，在不到0.1秒的时间内轰然崩溃。奇迹出现了，他赌对了。经过能量护盾与装甲的双重承伤后，这艘战列舰竟然还能存活下来。战列舰对驱逐舰的压制效果太明显了，但至少他也失去了战斗力，接下来的战斗将无力再战。
从来就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喊错的绰号。西陀星系的女武神殿下确实没有让人失望啊！设令，坐标参数已经发送到各舰光脑，30秒后全舰队锁定射击。哦，我明白了，长公主殿下所具备的很可能是某种涉及到时间链的异能，否则无法解释她为何能够如此精准地判定出对方的行动轨迹。厉害，这种手段哪怕看出来异能的根脚，也根本无法应对。除非北地舰队能够做到对王氏舰队内部通讯的实时监听，否则根本无法规避这种打击。金雀花联邦的战列舰群跑了，他们不跑的话，北地舰队还有一战之力，现在只能自求多福了。金雀花联邦的狗崽子们就是这副德行，顺风的时候比谁都积极，逆风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全舰队听令，以我的坐舰极北白狼号为箭头，组风石阵，目标曙光女神号，让这些首都星系的软蛋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北地男儿的勇武之风。老将军，难道你以为北地男儿的武勇之风还需要你一个老朽来代表吗？我乃北地烈阳伯爵常善空，坐舰北来远号，诸位请以我为箭头。老常，你的推将总是快人一步，不愧是快男。不过这次的风头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们两个好基友能不能少说两句，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严肃点，严肃点。对面可是长公主殿下，西陀星系的女武神，就问你怕不怕？哎呦，怕死了，怎么不怕呀？战列舰都顶不住，我们巡洋舰拿什么去顶？天灵盖吗？哈哈哈哈哈！顶不住也得顶，不然北地的男人以后还能抬得起头来吗？有道理，就这么着，让他们看看北地的男儿到底是怎样的。报告，除我舰以外，舰队其余11艘巡洋舰，共计12艘火种巡洋舰，无一缺席，全都在冲锋阵列中。这群兔崽子！大公阁下，长公主殿下的底牌出人意料的强大，西陀星系的女武神殿下之名当之无愧。虽然我方已经发起逆势突击，却只是死中求活之策。金雀花联邦的战列舰已经全部退出战斗，我方的胜算不足30%。还请大公阁下乘坐救生艇先行撤离，我会安排直属舰队保护您返回北风要塞。罢了罢了，本以为我只是生不逢时，没有获得和大哥同等的机会，否则肯定能做得比他更好。没想到，在面对这种破釜沉舟、不进则亡的情况时，我竟然也会有如此懦弱的挣扎。大公阁下，老将军，不必再劝了。今日之事如若不成，北地大公领倾覆在即，我也要展现出北地大公的担当，哪怕就在这里，当一个吉祥物的作用，哪怕能多提升一点士气。至于直属舰队，平日里的厚遇，可不就是为了今朝吗？让他们顶到最前面去。我还是没有看错，果然不愧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北地大公，终究还是没有出一个孬种。恭喜你，大公阁下，您已经是一位真正合格的北地大公了。北地的好儿郎们，北地星域的开拓者后裔，传承光荣的北地血脉，所有北地贵族领的共主，尊贵的北地大公阁下，就在极北白狼号上，与我等同生共死，请与我一同战死到底。北地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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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失去金雀花联邦助阵后，剩下的这些北地蛮子完全不是对手。没想到他们竟然不退反进，不见任何崩溃的迹象，反而是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决议。说不定还能反败为胜呢。林小贵，你要怎么应付呢？
设令，最新坐标参数已发送到各舰光脑，30秒后全舰队锁定射击。根据观测，北地舰队12艘巡洋舰组成的袖珍版风使阵，4艘当场重创，彻底失去战力，还有2艘甚至当场沉没，只剩下6艘保留战斗力。采薇，采薇，薇亦柔之；约归，约归，心亦忧之。忧心烈烈，再急再可，我属未定，你使归聘。6次精准齐射，已经重创北地舰队仅存的6艘巡洋舰，挡在极北白狼号之前的驱逐舰被击沉了近100艘。即便如此，他们还在继续冲锋。他们决一死战的步伐挡不住的，准备短兵相接吧。已经没有时间与空间，让王氏舰队继续进行精准齐射了。准备作战！王国的勇士们，北地的蛮子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北地的武勇，这种精神值得敬佩。但，难道我们就要屈服吗？我林小龟不会，我将发起反冲锋。近卫舰队组风使阵，以我舰为箭头，冲锋！我们也跟上去。是。长公主殿下有令，请天方杯号列阵于5号临时要塞天顶方位，加强对星门的守卫力量，并监视暂时撤离战场的战列舰行踪。监视那几艘撤离战场的战列舰。王氏舰队中不止我的坐舰，同时还有一支数量达到近300艘的舰队被抽调出来执行这项任务，但特意把我也加进去，这是怕我战死在这里啊。舰长阁下，北地的那些家伙一个个平日里蔫儿吧唧的，没曾想到真上了战场还有这么豪气的一面。说实话，我真不想和他们正面对上。这是军令，不存在讨价还价，但身为军人，明战不能战，视为耻辱。也不是故意不让我们上战场，北地舰队一方仅剩下1艘战列舰和近500艘驱逐舰，而王氏舰队哪怕抽调出一部分舰队去监视暂时退出战场的几艘战列舰，依然还剩下2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与近900艘驱逐舰的实力，已经超过2倍的绝对优势。再加上长公主殿下带头发动的反冲锋，更是使得王氏舰队一方的士气丝毫不弱于北地舰队。如此一来，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上风的王氏舰队几乎不存在失败的理由。同时，我们这支作为监视者的舰队，其本质上也是一支预备队，随时可以视情况所需被投入到战场内，也可能是最后一锤定音的决战力量。虽然救赎之光已经消失，但王氏舰队仍旧保存着绝大部分力量。曙光女神号毫发无伤，北地舰队大势已去，这一战已经注定了结局。有试图撤离战场的北地舰队战舰，原则上不予阻拦；选择投降的战舰，可对其实施救援。剩下负隅顽抗之徒，一个不留。要不是为了俘获这艘旗舰与其上的北地大公，极北白狼号可能早就被击沉了。而这终究只是一场内战，战时毫不留情，战后人道主义。长公主殿下在这方面还挺熟练的，在指挥舱完善的保护措施下，主要舰组成员基本上都保住了性命。这些北地的伯爵们受到了符合身份与勇武的待遇。按照贵族之间的规则，他们的家族在事后可以缴纳一笔不菲的赎金，能够换回他们的自由。这场战斗中的绝大多数北地贵族俘虏都受到了优待，哪怕身为胜利方的王氏舰队，对这些难缠的对手
疯的北地蛮子吧。那么，如果能够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否有把握在有生之年重振北地大公岭的声威？实话实说，从这一次的失败中，我确实学到很多，但要让我再收拾眼下的残局，再一次重振北地大公岭，我是真的做不到。有些事做过之后，发现很容易，而有些事做过之后，才会发现真的很难。很好，那么就请大公阁下牢牢记住此刻的心情，以后隐姓埋名，踏踏实实的做一个普通的富家翁，把北地大公的血脉延续下去。什么？激发战舰技，阴阳9天。战舰技？极北白狼号也开发出战舰技了？有没有战舰技的战列舰，可是完全2个档次的存在。就像此次金雀花联邦增援的5艘战列舰，数量虽多，却没有1艘是开发出战舰技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金雀花联邦留了一手，他们与曙光女神号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存在。可是，极北白狼号有战舰技，为何在刚才的战斗中不使用？警告！极北白狼号产生强能源反应，各舰小心避让，防止对方的临死反击。不对，这是要逃跑，快阻止他！竟然是战舰技，充能太快了，哪怕原本围攻的战舰距离已经很近，但也赶不上。没想到带头发起逆势冲锋的极北白狼号，竟然在最后关头还有这么一手。北地之鹰这位老将军，很难评价呀。不能让他们逃了！发动星际猎手之冠特性，追猎者。极北白狼号上可有着这次北地事变的主要负责人北地大公，没能将他生擒或者确认死亡的话，这次的讨伐很可能就会功亏一篑。更不要说，假如这位北地大公回去后再收拢残兵，依仗北风要塞固守的话，战事不知道又要拖延多久。苦战一番，落得这种结局，王氏这亏大了呀。预备舰队听令，按照各自分发的搜索目标，立刻搜寻极北白狼号的踪迹，主力舰队立刻前往北风要塞。这是在做最坏的应变。假设极北白狼号能逃出升天，就必须争取在北风要塞征集到足够的防御力量之前，拿下这座号称能抵御复数战列舰进攻的北地第一要塞。王氏舰队注定无法追上极北白狼号，但我们不一样，在追猎者的锁定追踪下，让北地大公那不恰当的野望终结在北地人手中，才是最好的结局。出发，让我们拿下极北白狼号。是。总算撑过去了，好累啊！过度使用异能后，对精神上的压榨带来的痛苦实在难熬。舰队的指挥权已经交给阮南，在下一场战斗开始之前，我必须要恢复过来才行。老将军，刚刚那战舰技，极北白狼号是什么时候成功开发出战舰技的？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极北白狼号在4年前便已经成功的开发出战舰技，可惜并非是像曙光女神号那样具有战略性作用，而只是能单纯的用来逃生而已。极北白狼号的底子不错，也有大公岭的资源倾斜，才会在进化到战列舰后仍然有余力成功开发出战舰技。只是不管说是运气也好，还是北地资源的上限也好，极北白狼号开发出的战舰技阴阳9天，只适用于本舰的单体战舰技，而且还是随机跃迁一段距离，这样的不可控效果。虽然用来逃命不错，可惜无法直接提升战斗力，算是关键时刻珍贵、平时鸡肋的战舰技。也就是说，哪怕您刚刚做出那番热血的宣言，再带头冲锋，实际上其实根本没有性命之忧。怎么会没有性命之忧？
要是没有他们舍生忘死的遮蔽，长公主殿下只需要1-2轮精准的骑射激活，就能直接把极北白狼号打沉。我们已经奋战到了最后，是战场上的最后一艘战舰，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撤退，又有什么好愧疚的？我们现在去哪儿？回到北风要塞。不是说要隐姓埋名当个富家翁？哦，我明白了，是要以北风要塞作为谈判的筹码吗？不错，一到北风要塞，您就立刻收拾好辎重，逼入魏晋星河。我会坚守北风要塞，并以此为筹码，与长公主殿下进行谈判，并声称您已经不幸重伤而亡，争取让国王在明面上不再继续追究您的罪名。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如果能靠着北风要塞坚守一段时间，或许金雀花联邦的支援……收起您的侥幸心理，不要忘了刚刚说过的话。随着这一败，北地大势已去，北地贵族们不可能再响应北地大公领的任何征召，光凭北地大公领的残余力量是不可能守得住北风要塞的。您的这种侥幸心理只会带来北地大公领彻底灭绝，家族血脉断绝的结果。那就这样吧，我会听从老将军的安排，也请老将军保重自身，千万不要勉强。不行的话，以北风要塞换取您的赦免也好，大不了我在魏晋星河中多待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后再流亡他国好了。我会考虑的。极北白狼号必须要赶在王氏舰队之前返回北风要塞，否则一旦战败的消息被王氏舰队先一步带回北风要塞，人心惶惶之下，内部空虚的北风要塞很可能不战而降，那可是最后的筹码。我们追得上吗？根据极北白狼号的航向，是直奔北风要塞。它先前的引擎受损，让航速下降了不少，而且优鹏号的舰载火种已经强化到了5级，对全属性有高达40%的加成。我们应该可以在它距离北风要塞还有1/3距离的时候将其截下。和一艘战列舰正面对轰，有把握吗？舰长阁下尽管放心，不要说极北白狼号本来就已经身受重伤，哪怕它是全胜之姿，有这门橙色品质的主炮，我也敢跟他对着干。战列舰8门主炮，1门超级主炮，优鹏号目前4个主炮插槽，才用上2个，其中的超新星爆射炮还属于规模杀伤性主炮，单体攻击强度并不高，火力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全胜时不见得有必胜的把握，但现在对方重创，那就不好说了。最后的一锤定音，恐怕还是要靠你。单纯的击沉极北白狼号是最次的选择，如果能俘获北地大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功劳。我明白了。警报！发现天方杯号，正因识别敌舰。已确认，仅有天方杯号单独1艘战舰，附近空域未发现其他王氏舰队的战舰。只有1艘吗？不自量力，击沉它！经过半天时间的缓冲，极北白狼号的能量护盾早已经从过载崩溃中恢复过来，虽然没有经过系统性的维修，但不会太过影响常规战力的发挥。1艘战舰而已。极北白狼号的损管作业水平还不错呀，除了引擎无法处理，其他装甲的破损位置都经过紧急处理，加装了临时装甲板。放心，引擎的硬伤会影响到整艘战舰其他功能的发挥。极北白狼号这会儿只是看起来状态不错，真打起来，连护盾的稳定维持与主炮的充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事不宜迟，动手，先发制人。警报！我舰遭到炮击，护盾耐久度下降11%。11%？怎么可能？极北白狼号是战列舰，天方杯号只是巡洋舰，还要受到30%的削减。一炮打掉极北白狼号11%的护盾耐久度，是不是引擎的问题
导致护盾性能不稳定。立即反击！1号主炮充能，2号主炮充能，8号主炮充能。报告，引擎功率不足，超级主炮充能失败。混蛋！战列舰相比起巡洋舰，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多一门超级主炮，远超普通主炮。没有他的参与，极北白狼号的攻击力威力大减。极北白狼号的反击命中我舰，已造成护盾耐久度下降15.3%。不愧是战列舰，只动用主炮的一轮炮击，便打掉了优鹏号15%点多的护盾耐久度。黑洞巡游者基础耐久度高达9000点，还有80%的全攻击属性抵抗，哪怕遭遇到上百艘驱逐舰的集火，也依然能够屹立不倒。可在极北白狼号的一轮非全力打击下，却损失了1/7。这主要是因为战列舰对我们的位阶压制。哪怕优鹏号是经过超常规进化的战列巡洋舰，获得远超普通巡洋舰的金色品质特性与更多的炮位插槽，但现在依然属于第2阶层，而战列舰属于第3阶层，有高达30%的属性压制。黑洞巡游者的全攻击属性抵抗被削减到56%，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使得极北白狼号的主炮威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一口气打掉黑洞巡游者15%点多的耐久度。好在黑洞巡游者的另一项优势恢复速度并未受到影响。停下1到4号的主炮的充能，将引擎的输出优先供应给超级主炮。面对这种护盾又强、恢复速度又快到离谱的对手，普通的主炮显然已经无用，打的还不够别人回的，只能靠超级主炮。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这么强悍的主炮，还有那强横到不像样的护盾，绝对不可能是天方背号原来搭载的模块。超级主炮充能中，还需要120秒。警告！护盾耐久度剩余40%。天方背号是天方伯爵的坐舰，但区区天方伯爵领怎么可能培养出这种怪物？有这种怪物战舰，天方伯爵领早就一飞冲天了。尽失命中，护盾耐久度下降15%，哈哈哈哈哈哈！真过瘾！从没想过我能有一天在一艘战列舰面前玩这种花活。啊，只是尽失命中，就能造成15%的护盾耐久度损失。极北白狼号上的超级主炮攻击强度不弱呀，这可是北地大公领的核心武力之一，连战舰技都能开发出来，当然不可能是简单货色。别轻敌，这只是战列舰的一部分基础数值而已，谁知道它搭载什么功能的附加模块？说不定就有某件附加模块能够临时提升攻击强度呢。目前在1对1的正面交锋中，优鹏号已经足以压制极北白狼号，但哪怕引擎受损，极北白狼号依然保有至少80%以上的战斗力，还没到膨胀的时候，必须谨慎行事。敌舰超级主炮充能完毕，超级主炮的缓冲和充能时间怎么可能这么短？首席命中，护盾耐久度下降25%，这应该就是2连射战法，配合相应的附加模块，减少或者免去超级主炮的缓冲与充能时间。有2连射就可能有3连射，白衣小心为上。遵命阁下，同样的错误我可不会再犯。阁下放心，如果极北白狼号真的有能力使用3连射乃至以上的战法，就不会被10几艘巡洋舰围困住，无法得脱的。2连射基本不可能是常态，这种附加模块的缓冲时间应该不会太短。周泰，准备一下，我和你一起上。阁下，以您的身份，不适合做这种冲锋陷阵的事情，请放心，我一定会将胜利带回给您。哪怕有断体术高阶段的强者，必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我就在优鹏号上等你的得胜归来。信任他也是尊重，一名冲锋队长却要让舰长亲自披挂上阵，站在周泰的角度上看，确实不太合适。极北白狼号的护盾已经崩溃，
即将执行接线战，坐稳了，我们要跳过去。老三，对方既然敢放弃炮战的大好优势，反而选择了接衔战，这意味着对方有足够的信心，在接衔战上也能够压制我们。怎么样，有把握吗？哼，在北地星域内，我还从没遇上过能让我全力一战的对手。就让我看看，这次来袭的会是哪一路的强人。警告！敌舰已接衔，入侵区域23舱室，请冲锋队立即就位。怎么回事？你们这么快就顶不住了？队长，不是我们要逃，实在是顶不住。对方领头的简直就是个杀神，我们连他的动作都看不清楚，怎么打呀？北地什么时候出现这种硬茬子了？我倒要见识见识。队长来了！太好了，那个怪物恐怕只有队长能够抗衡。冲锋队的副队长具备断体术高阶段的修为，也是极北白狼号上仅次于我的第2高手，竟然也死了。好家伙，给我死来！你的武器呢？兵刃，拳甲就是我最好的武器。祖传的拳术是我仗之以横行北地星域多年，纵横不败的最大本钱。只要近身，我就是无敌的。是吗？格斗技巧相当娴熟，比起先前那位要强上不少。投降吧，像你这样的武者死在此处太不值得了。投降？休想！那就好好躺着吧。究竟是哪里来的怪物，竟然有这么强的身体素质？把他控制起来，带回去。年轻人，可否报上名号，让我等知晓究竟是败在谁的手中？天方杯号的身份信息对北地大公领而言可并非什么秘密，老将军何必多此一问呢？我是黑石男爵领，应该是黑石子爵领的继承人王栋，目前是男爵爵位。也许你确实是王栋男爵，不过那艘战舰一定不是天方杯号。老黄那个病殃殃的家伙可没办法培育出一艘能够正面硬刚极北白狼号的巡洋舰。大公阁下，看到您依然身体健康，我十分欣慰。在被移交给长公主殿下之前，您是否还有什么想说的？成王败寇，我有什么好说的？最多不过是一死而已。反倒是你，王栋男爵，身为北地的叛徒，你是否准备好接受日后来自整个北地贵族领的敌视？阁下，当您与金雀花联邦达成协议的那一刻起，北地大公领就已经代表不了整个北地星域了。在战场上，你已经耗尽了历代北地大公的余音，所以最后北地舰队的战役才会那么容易被长公主殿下的一句撤退不杀而消弭大半。另外，阁下别忘了，可是您先派遣讨伐舰队占领我家族领地的，就算最后是我将您俘获并交给王室舰队，按照贵族之间的规则，我也只不过是自卫反击而已，不是吗？看来我们的北地大公阁下并没有什么其他意见。老将军，那您呢？王栋阁下，您特意平退所有闲杂人等，想来不是为了在我与大公阁下两人面前满足你的征服感的。那么不妨让我猜一猜，您是否另有打算？不愧是号称北地之鹰的老将军，果然是鹰目如电，洞察细致。不错，我是盯上了北地大公领的库房，还请大公阁下割爱。王栋阁下，您还真不客气。可您准备用什么代价来换取这份历代北地大公经营下来的丰厚财富呢？当然是给予大公阁下符合身份的待遇，以及后续直接将大公阁下交给长公主殿下，使他免去多次倒手被反复羞辱的经历。
王东阁下，您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直接将大公阁下亲手交到长公主殿下手中，是保障您自身功勋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如果就是这2句话，想要换取北地大公岭的库房，我不认为你是如此不智的人。不，老将军您误会我了。我出身平民，还在粗鲁的星际矿工行列里混过几年时间，刚刚踏入贵族阶层才1年多点，骨子里更讲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那套。北地大公的讨伐，占据我家族领地，逼得我们不得不投奔王室，这可是毁家之仇。如果不是特意克制，北地大公在最终被交到长公主殿下手中时，究竟能否武之完好，还真不一定。更何况就我所知，上一次的征召令爆出的关于艺术品兑换功勋值的漏洞，已经让北地大公岭的库房大大缩水。因此我认为，以这份大大缩水后的财富来换取北地大公的安全，还是很值得的。您说呢，大公阁下？王东阁下，您方才只是提到了关于大公阁下的事项，却没有说要将老夫也一并移交给长公主殿下。如果是为了这艘极北白狼号的所有权，老夫本人都落到你手上，想必不过是多费一些手脚的事情。难道……老将军，我可是听着您的威名长大的。北地大公岭已经走到尽头，但您和您的极北白狼号却远没有到应该落幕的时候。黑石子绝岭眼下虽小，但日后的发展却非常人所能想象。我与父亲都衷心希望您的加入，这对于黑石子绝岭而言，会是一个莫大的不易。黑石子绝岭，王东阁下，您的野心可远非一个小小的子绝岭能够容纳的。但如果我拒绝呢？那么包括您与大公阁下在内，极北白狼号上的所有人都会只剩下一颗脑袋，被统一打包交给长公主殿下。为了掩盖住幽鹏号那超乎常规的战力，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这艘极北白狼号上的任何一个活口交给王氏舰队，哪怕是林小龟也一样。2个条件：第一，放过北地大公，并保障他日后的安全。可以。我曾在魏境星河之中发现一个极其隐秘的、生态环境优美的小型星系，现在那里是我黑石子绝岭的秘密后路，驻扎着不少核心人员。北地大公阁下不嫌简陋的话，完全可以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第2个条件，我可以带着一艘完整的极北白狼号以及舰上的所有人员加入黑石子绝岭，并采取措施，绝对不会泄露外面那艘天方碑号的任何信息。但您也要允许我们赶回北风要塞，将我们的家人以及积蓄都带走。不行，让极北白狼号进入北风要塞的变数太大。但您可以放心，我可以保证所有人生命无忧，只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软禁与观察。他们的积蓄问题，在通过子绝岭的观察后，会有一定补偿。另外，关于他们的家人，黑石子绝岭也会想办法接出来。不进入北风要塞，北地大公岭的库房怎么拿得到？这还不简单，请老将军登上我的坐舰，我们跑一趟就好，顺便还能将老将军的亲眷也一并接上。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在北地见过如此出色的年轻人了，就按照你说的吧。不会让老将军失望的。北地舰队大败，北地大公下落不明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北地星域。幸好我们赶在王氏舰队前抵达了北风要塞。大厦将倾，这些人一方面是为了与北地大公岭划清界限，讨好王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北地大公岭这棵即将倒下的大树上汲取一些营养丰富的资源，壮大自身。其中固然有王氏舰队推波助澜的缘故，更多的则还是因为信任北地大公本就不得人心。这一路走来，北风要塞内人心惶惶，甚至原本的守军都逃亡了大半，这导致幽鹏号在进入其中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白白浪费了我准备好的7、8套前路方案。
就这就是传承多代的北地大公领在面临最后关头时表现出的姿态。大宫里那些真正身具风骨的风尘们，不是死于之前那场内部清洗，就是战没于刚刚的战场上。选择逃回来的是怎样的货色，大家都清楚。这也是我反对大公阁下收拢残兵，据守北风要塞的原因。终究还是自己作死。现任北地大公真是把一手好好的自保牌给打烂了。明面上的库房早就被那些恬不知耻的家伙掏空了，这些都是密库中的应急物资。管他是明库还是密库，有好东西就行。这些钛晶和高级能量结晶一共3箱，还要被放置在单独密封箱内，2枚高级能量结晶。不愧是北地大公领的密库，虽然规模不大，却都是精品。幽鹏号的史诗级剑体结构模块，只需要再强化1次，就能够随机生成一项新的剑体特性。之前没有高级能量结晶在手，无法开启辅助系统的模块特性自选功能，不敢随意强化。现在就不一样了。不过，幽鹏号还在北风要塞内，开启剑体结构模块强化时，会影响到幽鹏号的正常运转。这个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你这一趟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俘虏极北白狼号就算了，你胆大包天，竟然敢收留北地大公，招揽陈德统。这要是被王氏知晓，是真的麻烦大了。如果没有杨中星系的存在，我也不敢这么干。对了，父亲，极北白狼号的所有权将会转移到您的名下，此事我已经与老将军沟通过了。陈老将军能够屈尊加入黑石子绝岭已是幸事，何况以老将军的为人，我哪里会有什么信不过的地方？极北白狼号依然是老将军的座舰，此事日后休得再提。无论是真心实意还是拉拢人心，但不得不承认，这一手真的很漂亮，姜还是老的辣呀。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北地有这样的英豪，我却不得而知，败得一塌糊涂，实属正常。老将军，你曾经为北地大公领付出大半生的心血，这已经足够了。日后，愿您在黑石子绝岭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件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当然，极北白狼号上下的舰组人员都要进行更换，事情不少啊。幽鹏号上的舰载火种已经缓冲完毕，要抓紧时间完成这一次的异空间战场。毕竟我是以搜寻极北白狼号的名义离开王氏舰队的，这边的事情处理完，肯定还是要回去复命。战后的蛋糕可是有我的一份。这一趟旅程也算是很漫长了，就放他们1天假，顺便进入异空间战场。幽鹏号史诗级舰体结构模块开启强化。是否消耗6000元点，6枚钛晶，1枚终极能量结晶进行强化？是。舰载火种与舰体契合度达到100%，新的舰体结构模块特性正在生成。根据该模块品质，自主选择特性需要消耗1单位高级能量结晶，是否消耗？确定，消耗。要不是因为之前没有高级能量结晶，我也不会拖到现在才来强化舰体结构到5级。升级完毕，请选择特性。竟然有108项，成色品质的4项，这应该是进化到战列巡洋舰的缘故，使得幽鹏号的潜力有所提高，才会出现更多的选项。时光奥秘与不朽奥秘都是老熟人，不必过度关注。原力奥秘，原点获取率很有意思，只可惜我用不上，我不缺，至少现在不需要。共鸣奥义，出现在原力负极空域的概率提高20%，每次异空间战场遇到居住行星这一类宝地的概率大大增强。就这个了。另一个特性嘛，在经历与虫族母虫的一战，幽鹏号的缺陷已经非常明显，光有外面的盔甲还不够，还要有足够坚硬的骨骼，叠最厚的甲才能挨最毒的打。
这才是在宇宙中闯荡最实用的窍门。不朽奥秘减免受到伤害的一半，再辅以极强的自我修复，就是它了。今后只要不是一口气把幽魂号直接击沉，我就有信心耗死敌人。削减50%受到的伤害，配合上红色品质的黑洞巡游者高达80%的防御属性，还有谁能破我的盾？蓝纺共和国2级星际级文明。巨型殖民舰，内部设置完善的能量生态体系，拥有星球殖民开拓能力，但通常并不具备战斗力，毕竟不是为战斗而生。不过，这支殖民舰队有护航舰队保护，并且处于全速前进的模式。这种动力全开的方式，无疑对殖民舰的引擎来说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使用方式。那么大的体积摆在那儿，再怎么用常规方式加速，也快不到哪里去。可这艘殖民舰还是这么做了，配合上护航舰队那严阵以待的高度警戒状态。蓝纺共和国覆灭之战，参与者：蓝纺共和国、奈勒朗王国。在持续了近500年的交战中，蓝纺共和国被同为2级文明的宿敌奈勒朗王国彻底击败。战火从最外围的殖民星球一路蔓延到蓝纺共和国的主星系。随着一颗颗居住星球无可避免的沦陷，蓝纺共和国的默认首席执行官在战死之前下达了开启文明延续的最后指令。在敌军的追击下，种子舰队的指挥官必须做出选择，是放弃行动迟缓装载1400万人口的殖民舰，还是继续抱团保住文明传承希望的殖民舰。这群很可能肩负着文明最后一道火种的人，最终选择了希望。怎么说？动手还是……要不先看看？2000艘战舰和1000多万人口，也就是几千元点的问题，对于阁下而言却不能算是一笔大数目。您完全可以随性而行。而且，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把目光只放在眼前的这支种子舰队上，后续的追兵不是更值得关注吗？不管怎么说，先看看这个蓝纺共和国吧。竟然也是人类生物。根据数据分析，蓝纺共和国的生物信息数据与人类火种文明之间相似度高达 99.99%。这下不用纠结怎么选择了。在异空间战场中遇到同类的人族时，只要对方没有率先露出敌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火种战舰不会对其发动攻击。宇宙如此浩瀚，异空间战场也是广袤无垠，其内的异空间文明犹如天上繁星，数不胜数，何必要揪着同族下黑手呢？指挥官阁下，如今的情形已至文明存亡之际，在下将率领所有护航战舰拼死阻敌，请殖民舰全速逃离。指挥官阁下，必须将殖民舰上的主要物资紧急转运部分到护航舰队上，随后护航舰队吸引追兵的注意力，如若能够侥幸逃脱追杀，再行相聚，这样一来，生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长年累月的战争，几乎将我们文明的潜力耗尽。我们派出20支种子舰队，仅仅38天，我们已经收到其中11支种子舰队的临终通告。这还只是有机会发出临终通告的，如若是将没有机会发出临终通告的也算进去，也许我们的舰队就是最后一支幸存下来的种子舰队也未定。现实如此令人绝望，但就这样放弃吗？我莱茵哈特不服，我蓝纺共和国不服，我绝对不会放弃任何希望，哪怕只有那微不足道的一丝。在前方的小行星带重整阵型，主动伏击可能前来的追兵。如若胜利，013种子舰队必将浴火重生，就算是最终败亡，也要绚烂如恒星爆发时的光芒。诸君，谁愿与我共往？护航舰队
随时等候您的差遣。直命剑和圣人诱饵角色。这莱因哈特不简单呢，但蓝坊共和国有这么出色的指挥官，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莱因哈特是蓝坊共和国的天才将官，曾经在正面对战的情况下，以1:5的战损比彻底击溃对手。遗憾的是，奈勒朗王国自某个遥远的3级文明处雇佣到一支舰队，重创蓝坊共和国主力舰队。在濒临灭国之际，莱因哈特被寄以厚望，率领一支规模最大的种子舰队展开逃亡。有没有获取到关于奈勒朗王国的情报？种子舰队暴露行踪，等待的必然是不死不休的追杀。这种覆灭文明之仇，没有任何种族会手下留情，养虎为患。莱因哈特知道逃不掉，干脆挑选合适的地形拼死一战。如果能够成功击退这支追兵，就能逃出升天。奈勒朗王国派出的追击舰队已经完成数据分析。奈勒朗王国2级星系文明，可居住行星12颗，人口163亿。咦，太丑了。不过我对他们的生理结构有些兴趣，如果能解剖几只的话，应该会有所收获。高姐，您的口味可真是广泛。